危险！花洒带电。客户说他刚才拿着花洒去冲水，结果被电了。拿着花洒去摸地漏，对，被电了。就是有水出来，我准备清洗一下地漏，结果一碰就被电了。跳闸吗？你看看那个，我看好像是跳闸了。跳闸了。你看看，它被电闸再一进门，这个应该是跳的。还跳下来了，对吧？卫生间插座还跳下来了。对。幸亏有这个跳闸，要不我自己那家幸亏是跳了。对。我感觉到这个电压应该挺大的，震的有点疼。就是麻的有点狠是吗？对，电压不小应该。幸亏跳闸了，我给电倒了。他已经跳了，他是漏电跳的。是这样的，我刚才这边我们这儿原来不是有个电热水器吗？啊。但我换了。换了。对，我换了以后换了这个。我知道。现在有电吗？这现在这儿也没有电了，它好像。它一跳是整个的。整个插座有电，这是不是这是个地线吗？我在想你们是不是打到线了？打到线了。什么时候安装的吧？刚安装。刚安装的。这个我是拆下来，然后今天刚给我通了燃气，我试了一下。我跑到那儿去，我跑到那个卫生间去试水，结果就。试水的时候被电了。对。这个屋从来以前没有被用过，没有人用过。敢不敢送上电试一下呢？敢是敢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。你把那个燃气热水器拔了呗。好了。它有问题的话，它应该跳。这个挺危险的，我感觉。挺吓人的呀。对呀，我自己在家，我幸亏在跳闸，要不我就。这样如果洗澡的话，就直接被干倒了。对呀，有点危险。哎呀，快看！是吧？有电是吧？漏电200多伏。那你给检查一下呗。我天哪，这不电你电谁呀？对呀，那个很危险啊。水龙头。水龙头。对地上面我已经被电了。你看看，这儿有是吧？你摸这来，摸这儿都有。我天，100多伏。这边没事儿，我摸也没事儿。啊？这个啊？这个也有啊。你摸没事是因为你的脚下是木地板。没导电。天哪！你要不要帮我测测？我测这啊。哎呀，都带。说明它的地线接错了，对不对？都带。哎呀，暖气片子所有的都带。天哪！打开这个变速箱。哎呀，火线可以啊。零线没有啊，地线不带电呐？难道等电位带电呐？我把它拉落一下看看啊。我拉一下这个，去看一下。它漏电那么厉害，它应该跳啊。好了。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呢？它这有个等电位线。等电位是从下边来的，然后等电位接的，这个等电位线是从哪接的呀？它等电位不该呀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？我现在给你掐吧，行吗？先掐哈。没问题，你就按操作。掐了以后就没了，它等电位带电呢，这不开玩笑不？等电位它接火线上了吗？它等电位自己改的是这上面还带，这上面还带，我先给你掐了吧。等电位带电，这个等电位这个线带电，我估计这个等电位它没接地，接地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这个没电，这个往水龙头接这个没电。你看现在的保护线变成了一个火线，看看吧。
嗯，你跟这个装修的有那个吗？有过节吗？那我再问一下。没有，不是欠人家工钱了吗？那一般都说你肯定是欠人工钱了哎，但是这一个吧，这一个你看啊，它纯粹是失误，你说他应该接到哪这是个火线，啊，他应该接在另一个黄线上。你不，它应该接中间这个地线上。啊，其实这个接不接都行，你这不是个等电位的线，所以这一个插座接错了，导致我全家都带电了。这是个火线，哎这是个火，嗯，这是个火线，你看它接这个等电位这个线，这根线就它是吧？上去了，哎呦我天！上去了，那就掐了吧。你说它这是失误，多半是失误。那咋说呢？你叫我咋说？你叫我咋说？掐了吧，掐了吧。所以你家电路没问题，它就是接错线了。现在它没电，因为它刚才把闸拉了，是吧？对，这样把电路给你恢复就行了。它是把这个等电位啊接这些外壳的这个线，结果它接到火线上了。所以我家的水路都带电，是不是？那只能说人家是失误了，不能说。他接错了，是吧？如果说刚才接到那个地线那儿也，那就可以了。其实那就没必要了。那也没必要了。那行。有时候地线还有带电的时候嘞。主要是它水的地方接这么根电线，让我感觉有点。正规的就应该这样接，但是这个必须是等电位。我不明白这个等电位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水这带有漏电线，让我感觉有点害怕。这个不用怕了，现在不用怕了，是个空的了。那行，正常情况下测水龙头是0伏，这些都正常。0伏。如果有个几十伏，或者是有个100-200伏，上200伏那都是漏电了。这些都是0伏。你家电位现在是安全的，行，放心用电。行，好吧。太感谢了。哎，不用客气。好啦，这样我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个老人在家做饭，每次都备电，看一下他电饭锅的内胆，带220多伏的电。老人以为是电饭锅不好，准备换个新的，结果我又发现他煮饭的小锅上面也带220伏的电，这个不再是感应电，是漏电，是漏电呢？难道他没有地线，没有漏电保护器吗？去看一下他们家的配电箱，很明显它是有漏电保护器的，总闸是漏保。它这个是有地线的，进来的地线是个红线，进来的主地线和插座的地线接在了一起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地线带不带电。用这个电笔测量对地电压220多伏啊。这很明显不是他们家电路的问题，而是外边的主地线带电。邻居家有没有呢？去邻居家看一下。邻居家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他们说这几天感觉墙上都带电，然后用电笔测哪带电。他们找了专业的电工师傅过来查，测的家里面的进线、零线、火线都正常，电压正常。来的师傅测的地线带电，然后把地线给掐断了。进户的主地线和家里的插座地线也是连在一起的。测一下这个地线，220多伏啊！地线是保障安全的生命线呀，地线都带电，那这个安全怎么能得到保障呢？那这就是个炸弹呢！去外边看一下这个主地线吧。他们的一户一表都在这个配电箱，从这出去的，每家的线路都是从这出去的。配电箱上着锁，一会得开一下。先去看一下我每家每一户走的主线。进户线是从后墙进入的，找了一个梯子爬上去看一下。每家的电路就是这么穿着管过来的，然后再进入家里的配电箱。然后这几家的地线都是用的一根地线，就是从一根地线上接出来的。可以测一下这个地线，带电220多伏，220多。
所以说这几家地线都带电，都带。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或者说是谁家的电路有问题造成的呢？得看一下箱内的电路。等供电所的师傅来把箱门打开。来喽，那就打开这个箱门看一下。这个总进线是220伏，然后这个地线就是这个红线，几家几户都接的这一个地线。测一下这个地线上面带220伏的电呢，总地线都是带电的，一共6家，一家一家断电，看是谁家的问题。220拉，对啊，他家不是，他家也不是，他家也不是，他家也不是。哎，这是一，就是这一家这是一家，这是谁家？东头就2家。那就去看一下是哪一家。那个大爷说先去他们家看一下那锅还带不带电。又看到了这一个没有哈完的稀饭，插上电以后再测量，好了，不带电了。电路有问题的是这一家。没人，他家电路有问题啊。要是有人我就进去给他查一下。他们正在积极的联系房主，那只能先给他家断电了。你看啊，他们这种线路虽然有地线有漏保，但是起不了作用。地线只有可靠接地才能起到保护作用，而它这个没有。什么是接地？你比如这一种，把角铁打入大地，或者在地下焊接框架，从接地体接触这个地线上哪来了？上这来了。它是接在设备的外壳、配电箱的外壳，连出一些接地线。接地线是接哪的？接地线是接插座地线，包括热水器外壳，还有电器外壳。就是一旦这些插座下边的电器发生漏电，对外壳发生漏电，设备上的感应电或者是漏电会通过地线导入大地，而对人不会造成伤害。当然了，您说这个漏电保护器它下边有漏电的，它会第一时间感觉到，就达到它的漏电电流 0.03 安，就30毫安，它会第一时间跳开漏电保护器来保护人的安全。当然你像这些如果说下面有漏电的，它没有那个功能，它不会感应到，它不跳，所以说家庭要装漏电保护器。有地线漏电保护器它会跳得更灵敏，您漏这个电回来了，没进入大地它感应不到，没有回路没有泄露它感应不到，它会跳得不灵敏。还有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主接地线，这些地线都是空的，没有接入大地，这一路漏电没有放入大地，它会导致另外的这些电路线路的地线同样就是整个都带电，一路漏电导致其他几路都漏电都带电，外壳都带电。所以说地线说是一个就是保护人生命线，保护人的就安全的生命线，如果说这个地线不接地，它也就相当于没有用。就一旦这些电器外壳都对它漏电的话，其他设备外壳都会带电。所以说地线要做可靠接地，这个得重视。天天讲漏电，天天讲地线，是不是都挺烦了？有没有新鲜的故障现象？也会有的。就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东西，修的就是大家身边的这些常见的故障现象，解决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，让大家了解一些基本的安全知识。好了，先这样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